大家好，这一段要跟大家说明快速存取操作教学、使用教学。以前我就撰写过类似的文章，操作的步骤都差不多。这是一个操作习惯，你要使用一段时间，才能明白快速存取它这个功能是做什么用的。所以请大家参考这2篇里面的教学。打开档案总管之后 24H2 要点击常用才看得到快速存取。24H2 的快速存取是放在常用里面。丁选之操作范例在桌面上，滑鼠右键新增资料夹。假设你创建了这一些资料夹，那现在要丁选到快速存取里面，左侧切换到常用，然后在目标资料夹上，滑鼠右键丁选到快速存取。丁选到快速存取，取消丁选之操作范例。假设用错了或不需要定选，在该资料夹上面滑鼠右键，从快速存取取消定选。多个资料夹一次性定选，选取后滑鼠右键定选到快速存取，顺序调整之操作范例，滑鼠右键压住不放，然后拖动。这个地方它是不能拖动到分隔线的下方，因为你这样拉到这里，它会变成放到下载里面。接下来把下载拖到 AAA 下面，这样做就 OK 可以了。再强调一次，不能把某个资料夹拖到分隔线下方，只能在 AAA 下面，然后你再调整一下顺序。大概就是这一点要注意一下。状况处理，下载文件、音乐、桌面、图片、影片。如果不小心取消丁选，教你该如何解决。像这样没有了。因为以前的版本，这些项目会放在快速存取里面，还有放在
本机底下到 24H2 本机底下已经没有了，这些项目都放在快速存取里面。那我刚安装完 24H2， 我以为跟以前一样，这两个地方都有。那我习惯就是先把快速存取里面的这些项目全部取消定选，现在说明该怎么样让刚才那些项目显示出来。吸槽使用者名称在这边，然后滑鼠右键定选到快速存取。这样做就 OK 可以了。状况处理2，左边的预览视窗打开及关闭。有的时候你不小心按到什么东西不见，该怎么解决？检视最下方的显示预览窗格不见了，检视显示将预览窗格再点击一次打勾就出现了。中间有一个分隔线，滑鼠左键压住，调整大小，这样做就 OK 可以了。状况处理3，右边的预览视窗打开及关闭。点击某个档案，注意看一下右上角这边有一个按钮，详细资料，点击它，就可以将右边的预览视窗显示出来。这地方有一个观念，大家要区分清楚。左边的这个叫做资料夹的树状图，就是你展开一个东西之后，然后又展开，它下面有东西，很像树枝，有个主干、分支、树叶这样的结构。右边的预览窗格，这个是某个档案的一个预览，因为你滑鼠右键再点一下内容，这样很麻烦，不如用这边有一个窗格，右边有一个预览，这样点一下就会显示出来，比较方便。右边的预览窗格有2种显示方式，检视预览窗格，那这比较简单啦，就是一张图这样子。一般我们用预设的详细资料窗格，显示的东西比较多，有请在处理一些影片的时候
要特别留意尺寸、类型及一些资料。有的情况是不需要这一个预览窗格，只要再点击一次详细资料，它就会隐藏掉。这一个操作大家要区分清楚，就是点击右上角的详细资料，譬如像音乐、图片、影片，有的时候你要看一下一些详细资料，你不用在该档案上面滑鼠右键点击内容，你只要点这边的详细资料就可以了。好的，那这一段的说明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耐心观看此段教学，支持我这个频道，记得按赞及订阅，谢谢大家。